夏野睁开眼，女孩的鬼影在窗外朝他逼近，他害怕的闭眼再睁开，鬼影又不见了。这座村子里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，而且症状都一模一样。更奇怪的是，警察局高健先生去世的当天，他的妻子就带着孩子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的离开了村子，行李还是搬家公司半夜来搬走的。新的警察很快上任，只是看上去不太面善，说起来似乎还有其他死者家人也是在半夜突然搬走的，洋房那户人家也是半夜搬来了。这个村子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？死者奈绪小姐的儿子小进半夜突然心脏停跳，尾崎医生前来急救，发现安森也开始出现相同的症状，将两人都送到了大医院治疗。尾崎再次化验了安森的血，发现同样是贫血的症状。夏野在屋子里睡觉，窗外小慧的鬼影又在朝他靠近，这一次居然直接穿过窗户飘进了他的房间。夏野猛地惊醒，但房间里什么都没有。深夜，市井打着手电筒进入林中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响动，回头一看，居然是他的小粉丝沙子。对方似乎是迷路了，于是市井将沙子带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，一间建造在寺庙里的教堂。沙子得了某种怪病，不能接触紫外线，所以他不能在白天出门。市井心情低落，村子里的年轻人相继死去，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。但沙子认为，年轻也好，年老也好，死对谁而言都是残酷且平等的，不管生前拥有什么，在死后都会化为虚无，所以死亡是残酷的。说完之后，沙子就离开了，表示自己下次会把书带来让市井签名。不久之后，尾崎收到了安森死亡的消息，加上安森，村子里1个月已经死了19人，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传染病了。尾崎召集了医院的员工宣布这件事，但他们必须要查清原因才能申请国家的援助。现在他们所知的只有这种病的症状是以贫血开始的，原因可能是失血或溶血，之后就会出现体内多脏器功能受损，大概3到4天之后就会死亡。至于传染途径，可能是动物传播。不明原因和传染方式的传染病，这让医院的众人都有些恐慌，生怕下一个被传染的就是自己。尾崎尽力安抚大家的情绪，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收集证据，不要让医院成为传染源，而且在确定之前不要传播消息，以免引起恐慌。夏野最近被小慧的鬼影折磨得心力交瘁，就连坐巴士上学的路上都能梦见对方纠缠自己。长久的精神紧张加上睡眠不足，让夏野脸色非常差，于是又跑到了基友小车的家里补觉，正好小车也有事情想拜托他喜欢上了护士绿子小姐，希望夏野能陪她去约人。夏野答应了，然后倒头就睡。自从夏野总是留宿后，小车就贴心的给他准备了床铺，但即使不在自己家中，夏野依旧睡得不安稳。他梦到了小慧眼冒红光出现在了小车家门口，夏野的意识非常清醒，但是他的身体就像被定在原地一样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小慧走进屋子上楼，推开了他的房门。夏野惊出了一身冷汗，然而推门的并不是小慧，而是过来查看情况的小葵。夏野松了一口气，却惊悚的再次听到了小慧的声音。小慧身体扭曲，从床底爬出来，直勾勾看着夏野，环顾四周之后，盯上了熟识的小车。他憎恨对方和夏野关系亲密。窗外浮现出了沉思的声音，小慧趴在小车身上，恐怖的尖牙逼近了小车的脖子。夏野猛地惊醒，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。他满头大汗的摇醒小车，发现对方的脖子上并没有咬痕，才放下心来。难道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做梦吗？夏野卷过被子倒头就睡。为了查明村民死亡真相，市井骑着小电动挨个走访死者的家属，随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这几个月内去世的青壮年全都在死亡之前提出了辞职。市井来到图书馆，却被告知图书管理员柚木先生也辞职了。小车已经连续请了好几天的假，据妹妹小葵说，一直在房间打游戏。夏野打算明天过去玩，然而刚走到小车家门口，尾崎医生就匆匆赶到。夏野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刚上楼就被告知小车已经死了。突然之间，夏野面前浮现出了被自己遗忘的记忆。小慧从小车身上抬起头，舔干净了嘴角的血。小车死后，夏野收到了小慧生前没有寄出的明信片，他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，打开窗将明信片撕碎扔了出去。郑雄的小侄的博士突然发病，一家人焦急地带着孩子去看医生，留下郑雄一人看家，这让郑雄非常嫉妒。他感冒的时候只和他说睡睡就好了。一番检查之后，症状果然是贫血，大家都非常担心博士的病情，郑雄却非要跑过去犯贱，各种阴阳，话里话外都是博士可能会死，最近死的人这么多，说不定就轮到他们了。然后不出所料的被自己爹狠狠扇了一巴掌，他的哥哥也对他失望之极。郑雄哭着跑出家门，心里却还在怨恨自己的侄子，如果不是他们，自己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了。跑着跑着就来到了小车家，今晚正在举行小车的葬礼，守灵的弟弟妹妹神色悲伤。郑雄走进去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反倒是夏野全程都非常的冷静，看着躺在棺材里的小车，强忍着悲伤祭拜。郑雄哇哇大哭，诉说着自己和小车的美好时光。一看夏野还是那种事不关
湍急的冷酷样子，郑雄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揪着夏野的领子骂他冷血，但夏野却让他别没事找事，要吵架也别在这种地方吵。郑雄更生气了，但小葵却突然发飙骂了他一顿。冷酷的人是郑雄才对吧？他们可是小智的亲人，心里的痛苦和悲伤远在他这个外人之上。他真的是来安慰他们的吗？还只是来寻求慰藉的？被骂了一顿的郑雄又赌气跑出了小智家，他想要回家，却发现正门已经锁了。突然，一个人影从他面前闪过，径直走进了他家后门。郑雄跟了过去，却什么都没发现。正当他准备进门的时候，突然有树叶落了下来。郑雄抬起头，一个穿着寿衣的人突然从树上跃下，可怕的尖牙咬住了他的脖子。在一起来偷窥夏野的小慧发现了自己被撕碎的明信片，于是哭着离开了。而夏野也通过地上的痕迹得知了小慧果然还存在。尾崎医生来到郑雄家，宣布了博斯的死讯。没注意到楼上的郑雄也只剩一口气了。医院又送来了一例症状相同的病人，病情十分严重了才来医院。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，老婆婆用了偏方草药给丈夫医治，结果却越来越严重。听到这里，尾崎一下就爆发了，人都成这样了，居然才送来，还自己煎药，外行人为什么要随便插手治疗？大家都被吓了一跳，还是第一次看见尾崎发这么大的火。不过也都能理解，对疫病至今没有有效的对策，大家也变得越来越忙碌。市警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尾崎，在村外工作的使者全都在死前辞职，一声不吭突然搬家的也很多，就像是村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，疫病不过是其中的一环。听到这里，尾崎又生气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应对疫病，市警却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调查上，有这功夫不如去找找发病的人。说完就气冲冲的离开了。尾崎也知道自己有些无理取闹，尾崎一家世代都是医生，他从小就被告知要以守护村子为己任，任何损害村里人性命的事都是对尾崎家的侮辱。夜晚，沙子又来找市警，这次他带来了要签名的书。市警将村子里流行疫病的事告诉了沙子，希望他尽量不要出门的好。沙子表示自己有家庭医生。市警很内疚，尾崎因为无法拯救患者而焦躁，但自己却帮不上什么忙。他知道尾崎的怒火不是对他的，而是对无力的自己。沙子摸着市警的头安慰他。郑雄面色僵硬地躺在床上，苍蝇飞进了他大张的嘴里，他已经死了。夏野借了吸血鬼的电影跑到小车家里看，小车的弟弟小宝和他提起了关于尸鬼的传说，因为村子里实行着土葬的传统，如果小孩子不乖，据说到了晚上会有尸鬼爬起来惩罚他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第二天，夏野就去图书馆查找关于尸鬼和吸血鬼的书，发现那些书都被少主持市井借走了。夏野来到寺庙找市井，只见到了对方的父母。市井因为写小说，经常会借阅很多资料，越来越多的人死亡，让村子里的人开始害怕起来。几个大爷大妈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，红发大妈玉美嚷嚷着是廉政给他们带来了不幸，山上盖起洋房的地方不吉利。医院又来了一位症状相同的病人月子小姐，尾崎依旧在进行了各种尝试。医院的临时工因为太害怕而选择了辞职。经天后，尾崎说去月子小姐家复诊，发现对方的气色居然好转了。尾崎想了想，似乎是因为这次用了输血的效果。虽然第二天是休息日，尾崎还是嘱咐月子去医院进行一次检查，然而第二天却一直等不到人。打电话过去，月子的丈夫说妻子不愿意在休息日麻烦医生，打算周一再去。尾崎很生气，亲自上门问诊，发现月子已经去世了，满肚子的怒气无处发泄。尾崎愤怒地踹着草堆泄愤，突然发现夏野出现在医院门口，他来向尾崎确认小慧是不是真的死了，不会出现死而复生的情况吧？尾崎笑了，这种情况能复活的也只有僵尸和吸血鬼了。说完之后，他突然愣住了，知道自己问了奇怪的问题。夏野扭头跑走了。回想起之前接手的病人和他们出现的症状，尾崎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：难道这一切并不是疫病？小薰和小昭潜伏在了山上城堡的周围。小昭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曾在这里看到过已死之人的出现，村里人的接连死亡肯定和这里有关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暗中已经有人盯上他们了。